大家好，欢迎回到北欧老吴的频道。今天是会员专享的周末漫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下周有哪些比较重要的经济数据。那么最重要在3月18号就到了美联储的这个利率决议了，预期是维持不变。之前因为这个呃什么非农数据啊，还有一些就业数据，都比较难看，市场预期是降息的。但是因为现在最重要的这个美国、以色列、伊朗这个战争造成油价大涨，那么现在降息的可能性基本上就没有了。所以说现在基本上就是维持不变。然后看，主要还是在这个答记者会上看一下他，因为美联储主席应该到5、6月份就到期了，那么就看他在这几个月时间之内的整体的一个展望吧。主要还是听一下在答记者会上的这个回答。那么14号，这个3月19号周四，我也列出来一个，这个是欧洲的央行的一个利率决议，因为它每次都是在这个美国央行之后。之所以列出来这个是，比如说你炒外汇的话，比如说你炒欧美啊，或者说是欧洲那个欧元对日元呢，就这种波动比较大的，你是需要关注一下它这个欧洲央行的一个利率决议的。那么在周六的话，3月21号还有一个美联储主席一个讲话，但是因为他在周三已经有过这么一个答记者会了，所以说周六的话应该不会有什么新东西出来。但是如果说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关注一下。好的，那么下周还有哪些公司要出财报呢？呃，周二有一个这个 Lululemon 是在盘后，然后周三有一个这个 MU Macron，就是跟这个内存芯片呢相关度非常高的，而且现在非常热门的一个股票。周四有这个阿里巴巴，还有这个 FedEx。那么我们等一下会分析一下这个下周出财报这几个公司。大家也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任何一个视频下方留言都可以，因为我在后台的话都很容易能够看到大家的留言。不论是你们想分析的个股，还是想跟我讨论跟缠论相关的问题，都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这样的话，能够跟大家有一个更符合你们想要讨论的这么一个东西，对吧？而且你们的留言或者说你们的点赞，是我继续持续做视频的一个动力。如果说没有人看了，虽然说现在看的人也不多，但是也是我的一个动力，对吧？如果说一个人都没有人看，或者就几个人看，我可能就没有动力去做了。所以说，如果说你真的喜欢我的视频，如果说我的视频给你带来一些帮助的话，请帮我点赞留言。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要分析的标的，先看一下标普。现在这个标普指数已经走的有一点难看了。怎么说呢？现在看的周期是月线的。那么月线出现了大的顶分型以后，现在已经连跌2个月了，对吧？连跌2个月。那么至于它不能够这个回撤成一笔的话，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前面这里因为这个特朗普上台之后，也是连跌了3个月，造成了一个20%的一个回调，20%的一个回调。当时已经进入了一个技术性的一个熊市，对吧？但是呢，因为那个特朗普的一个 taco 一个转折又回来了，所以说还是比较有意思的。那么这次能不能够也来一个20%的回撤呢？我们不知道。你也可以用这个黄金分割测一下的话，从这个起涨点，那么第一个支撑在5661，也就是5600。如果说你把其他的几个黄金分割也加上，因为我这里一般就用3个，你如果说把这2个也加上的话，就多一些，对吧？那么第一个在6173，然后是5661，这是把这些黄金分割的一些相对比较重要的位置都列出来了。黄金分割只是一个辅助分析的一个工具，目的是让我们观察到了这些相对重要的位置之后，能不能够得到支撑，就这些位置更容易得到支撑。具体哪个的话，我们不知道，你也预测不了。到了那个位置之后，你再观察，
对吧？有可能是在两个之间，很多时候，比如说到了0.5和0.118，有可能在它们之间形成了一个支撑，这个很多这样的那个例子。所以说具体到哪儿我们不知道。我也说过，这个类似我们开车的时候一个红绿灯，对吧？到了这个位置我要看，哎，到了这个红绿灯这个位置了，是绿灯没问题，但是问题是现在堵车，那堵车即使是绿灯你也开不了啊，你就跟着在这排着，说明道路不通畅。它除了这个红绿灯以外，还有其他的因素制约着你这个交通的，对吧？所以说只是一个因素，那么更多的因素是要看它的内部结构。到了这个位置，它的内部是不是饱满了？所谓的内部，你就要利用我们的区间套，降低周期，看它内部是不是有一个3笔的一个回撤，还是一个5段的回撤，还是带中枢的回撤，还是带2个中枢的回撤，对吧？以这种方式来判断这个的到了这个位置能不能够止跌，能不能够出现转折。所以说不是单单看一个周期。好的，这是现在这个在月线上。那么一样的，我们需要降低周期看一下它的内部，就是说现在虽然说出现了月的顶分型了，那我出现一个中继的也可以啊。出现中继的话，就是前面这笔上涨延续，那么就需要看一下它的次级别。次级别的话，我们现在看这个周期，这个结构已经非常熟悉了，而且吧，因为它的这个回撤周线上已经勾一笔了，那么现在我们关注的重点就是从这个3491 A 中枢、B 中枢，那么这个回撤跟 B 中枢的位置，对吧？它有几种可能性，一种是我出现了回撤，但是不能够回到这个中枢，那就形成300，可以再打高点，或者说不打高点的话，我在这里，哎，在这里继续做中枢可不可以呢？这是 B 中枢，前面是 A 中枢，我做一个 C 中枢，大 C 中枢也是可以的，也是可以的。没有人阐释说一个走势类型两中枢趋势结束是大概率，是大概率，而没有说100%就必须要2个中枢你就不能够生长出第3个来了，没有100%的这个在这里没有100%的对应性。但是在小周期上，比如说你去看1分钟或者5分钟上，那么可能出现好几个中枢，就2个以上、3个、4个、5个都有可能。尤其是你去做外汇啊，或者做一些这个大宗商品，它的延续性比较好的时候，就会出现多个中枢。所以这就是，2个是大概率，一定要注意。那么现在就是，如果说最差的就是拉回来嘛，拉回来就是继续做这个第2个中枢的中枢震荡，或者说更差的就是跌穿它，然后一个反弹不回去，形成一个3脉，那就是走右侧就要走出一个新的走势类型了，对吧？那么左侧就是一个趋势上，右侧看它是一个盘整下，还是一个3笔的盘整，还是一个5段盘整，还是一个几段盘整。我说过多次，在这个当时当下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预测到后期是一个怎样的一个这个结构出来，你只能去跟踪，对吧？出来了3了，那3比如说是个等比例，那可以结束了。那么结束之后可以反弹。如果说反弹一笔很弱的话，那可以构成一个反向中枢，可以继续下。但是如果说这个1、2、3，哎不被持，那就可以是出现4和5，对吧？所以说是在当时当下出现第3笔、第3段的时候，你才能去跟踪，而不是说我在第1段的时候我就能预测出来后面是3还是5，那你那就是纯预测，对吧？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但是呢，我们所做的是这个完全分类。所谓的完全分类，不测而测，是把所有的可能性我都知道，我都分类出来了。它有临界点的，所谓临界点，比如说这个3和5的临界点就是等比例的位置。突破跌破了等比例，那就可能是出现这个4和5了。不能够这个跌破这个等比例，那就可能继续上去，就形成中枢了。如果说这笔反弹特别强，那就是3段就可以结束了，对吧？所有的一切都是去跟踪出来的，而不是去预测出来的。那么在我们做交易的时候，一定摒弃做这个预测的这个，不要去想着去预测出现什么情况，而是等待市场自己选择。市场选择是等比例就结束，还是说不被值结束？那是市场的选择，你只要去应对就好了。所以说，但是呢，你要知道它有哪些不同的类型出现，它的临界条件是什么。你这样的话是有目的的等待，而不是说哦我在这猜。那么现在就是看它，我们这个是在周5直播的时候画的这个黄金分割，从385的一个回落，现在
我们也可以把这个更小的那个回落给它加上，0.236，还有0.786都加上。那么0.236的话，在6490，对吧？跌到6490的话是最浅的回撤了。那么到这里，它可以是再次出高点，突破7002，也可以是在这里做 C 中枢，对吧？都可以。那么具体怎样的话，那你就要去跟踪这个现在回落这一笔了，周线上回落这一笔，这就是我们要跟踪的。现在周线上回落这笔已经走的比较难看，看它的 MACD，这个已经开始张口张的越来越大，对吧？快慢线的张口，快慢线就这两个均线，这两个那个 MACD 的那个也是均线，其实就是张口张的大，意味着动能越强。什么时候收平了，它有可能是这个跌到这个 MACD 的这个零轴这里再收平都可以的，那这个空间就大了去了，对吧？它有可能跌回到这个中枢里来。所以说，目前看这个偏空，而且现在连周线的底分型都没出现呢。那么下周就看它是一个收一个包含关系的 K 线，还是说再次跌破本周的这个低点，再次这个向下延续，这都不知道。但是目前看的话，这个主要市场危机，这个美联储的利率决议是一方面，但是更重要的就是美国、伊朗还有以色列这个战争，现在看不到结束的迹象，对吧？已经打了2周了，没有任何结束的迹象，而且有点愈演愈烈。现在的问题是不是美国说想结束就能结束的事儿了，对吧？主动权其实不在美国身上，有可能，那个已经在暗地里他们在协商怎么结束，就是可能，但是有可能就是说，这个我们不知道，怎么结束的话，看他怎么收场了。只有这个结束了，那么现在市场才能够不担心这个地缘政治，对这个全世界的经济，因为油价一直持续在高位的话，对世界的整个经济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对吧？所以说，现在这个，类似一个灰犀牛的一个事件不结束的话，那么它会一直跌，它会一直延续下跌。所以现在我们是处于一个，相对那个防御的一个状态了。我们交易在交易上，那么看一下这段的这个次级别，也就是日线，为什么现在处于防御状态？主要就是因为这个123不背驰。这个我们在周五直播的时候已经说的很详细了。就这个现在这个3现在不背驰了，已经跌破了等比的这个6725，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临界条件、边界条件。它有个边界就是6725，跌破6725，那意味着这个3跟1比较不背驰，对吧？不背驰它就可以继续延续啊，它就动能就很强，而且我们在周一的时候直播就说了，这个当时这个 MACD 已经到零轴以下了，就在这个位置。我当时说这个 MACD 到零轴以下就比较难看，说明这个因为零轴就是任何一个周期啊，在这个周期上现在是日线，零轴 MACD 的零轴就是多空的一个分水岭，零轴以上是这个多头占优，多头主导。零轴以下就是空头占优，空头主导。现在已经走得很深了，看到没有？已经走得很深了。就是现在做多的话，处于一个防御状态，就是做多要谨慎。你做多现在其实就是逆势。那么任何反弹，我在周一就说过，任何反弹要先减仓，或者说你去做空，有那个能力也可以。但是现在已经跌破6725了，然后日线上连底分型也没有出现。这里尝试过出现过一次，我们当时说，如果说出现反弹的话，如果说它能够反弹到这个趋势线这里的话，也可以给你一次大的出逃机会再下来。但是因为这个战争持续这个恶化，所以说现在是把这个低点也跌破了，把这个这是周一对吧？3月9号周一这个低点也给跌破了，所以现在是开始恶化。那么在周五的话，又出了一个新低，是在6623这个位置。那么它看一下裸 K，现在离这个200天已经很接近了，离这个200天已经很接近。200天的话是在6604，也就是6600。我们之前说这个6600又离这个1.118很接近，所以6600就是基本上看200天这个均线。我们看一下200天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均线。200天这里能不能够横住？你看这里，对吧？所以200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如果说跌破200天，它会在下面会给你反弹一次。你看这里，我们比较一下前面这里，就是这个川普上台这段时间，
跌破了200天，然后反弹了一次确认，然后啪又跌得这么深，然后慢慢拉回去了，对吧？所以说这个就是200天有效跌破之后会弹一次，然后继续下跌。那其实也是走了一个123，看到没有？这走了一个123，也是非常深的。我们现在这个测一下当时当下那个位置，它是等比例啊，还是一个不背驰的一个位置？它也是跌破了这个等比例5147，也就是这个123到5147这个位置是等比例，但是呢，它离得不远，你发现没有？就是尤其是就刚刚跌破之后的几天之后，3天之内拉回来了，然后这里还做了一次回撤，还做了一次回撤这个回踩这个5147，就是没有在这个等比例下面没待得很久。如果说待得很久的话，也就是说这个6225不能够短期拉回去的话，我们就要非常的小心，尤其是就到了200天这个位置，所以说相当于两个系统都在告诉我们，如果说跌破200天又跌破6225的话，那就要相对谨慎一点。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最后这一笔第三笔的一个内部，也就是1小时上现在是个什么结构？因为如果说它的内部不够饱满的话，那它就可以一直延续，它的内部可以出现2个中枢之后再结束，对吧？然后才可能出现日线的一个1、2、3、4的4的反弹。现在3还没结束呢，我们看一下一小时上，一小时这个结构已经相对的比较简单了。我们有这个图形的话，6952就是这个起跌点，进入段，然后一次反弹，两次反弹，对吧？两次反弹确认，而且都是在这个120均线这里。看一下裸 K，非常这个非常技术，每次反弹，尤其这两次反弹，都是弹到了120均线这里下来了，然后又打了个新低，在周五。这是一个进入段，一次反弹，两次反弹，打了个低点。但是呢，这个离开，我们看一下这个离开段，现在有点意思了。就是这个离开，我们先比较一下，我们先把它的高量出来之后，我们比较一下离开段跟进入段是不是有背驰。离开段和进入段现在等比例在6602，也是6600，发现没有？也是6600。所以说下周6600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位置。到了6600，应该是会给机会弹一次，弹一笔，看它是不是要对这个中枢去进行一个确认。那么弹一次给你一个三卖的话，你要抓住这个机会减一减仓，因为它会再打一个低点，做一个盘整背驰之后，如果说这个离开的第三段跟前面这个算是第一段的话，如果出现背驰的话，那才有可能出现一个新的大周期的，比如日线上给你一次反弹，或者说出现一个日线的一个4的反弹，对吧？那么这个6600就6600这个位置是非常关键。我们看一下这段的更小周期5分钟上，5分钟上就出现了一个3中枢的一个趋势下，这就是我们刚才在分析它的周线的时候说过，不是两个中枢就能结束，这就出现了3个中枢。5分钟上标普出现了一个3中枢趋势下，A、B、C，而且这3个中枢没有接触，高低点没有接触，一个趋势下，所以这就是在延续性好的时候就会出现多个中枢，超过2个中枢。那么它现在就出现3个中枢了。那么就看这个周一开盘之后，能不能够是一个低开高走的状态。如果说低开直接开到6600的话，你可以尝试做短线做一个多，因为它完全是可以在这个1小时上生长出来一笔，对它是一个确认，给一个三卖，然后可以是在这里做第2个中枢，因为这是 A 嘛，对吧？这里可以再做一个 B，然后再下，或者说是直接一个123，然后大幅的往上走，可以这样走，对吧？具体是跌破前面这个，就是说如果说开在6600这个位置的话，是直接这个跌破这个位置，就是这样，直接开了6600，然后给一次反弹，然后再次跌破6600，那还是说不跌破6600，给一个二买，然后在这里做中枢，还是说能够快速往上走？这就是我们需要下周观察的。或者说它也可以直接开在这个6600之下。如果说给你开一个6600，但是不能离得太远，6600这个位置不能离得太远。如果说不是很远的话，哎，你发现快速往回拉的时候，那就赶紧买进去，因为它是快速回拉做这一笔反弹也是可以的。如果说离它很远的话，就不要那什么了。如果说直接开在6000，或者说6000多少离得比较远，比如说这个位置有5%的
不能说5%，因为这个指数的话，它顶多2%吧。如果是2%一个空间，我们可以测一下。打个比方，从周五收盘这儿，如果说跌个2%，哦，那就很深了。我们看一下，能到2%能到哪儿？2%在6500，6500，6500的话，那么就可能一个反弹直接到6600，又成阻力了，然后还是在卖，直接往上。那这个空间，这个的反弹，你看你有没有能力做？因为这就是不背驰了，就是说在1小时上又不背驰了。这个1小时这个中枢的离开跟这个进入又不背驰，相当于你做多的话就是一个逆势，对吧？宁可不做多，等待这个反弹之后做空它。所以说就是看你怎么选了。所以说这个下周这几个关键的位置我们又找到了6600，6600在日线上也是一个关键的位置，对吧？6600又是这个1.618，又是这个200天均线，所以说下周6600盯着6600是在它上面还在下面，上面多一些还是下面附近，这都取决了，这都决定了它的反弹的一个力度。所以说6600就是我们下周要严重关注的这么一个点位了。好的，那么这就是指数。我们来看一下下周要出财报这些。首先看一下 MU，就是跟这个呃怎么说呢？它跟这个半导体呀，跟之所以它最近这么火，就是因为缺货，对吧？因为这个呃供需的这个严重不平衡，因为它主要是做动态随机存储器的，就是给这些这个数据中心。那么也有一些闪存了，对吧？但最重要的是，这个是给 AI 服务器啊、智能手机还有数据中心的核心组件，它是核心组件，这也是为什么它这么火的原因。然后呢，它的主要竞争对手有三星啊，什么 SK 海力士啊，还有这个 Western Digital，就是 WDC，是它的主要竞争对手。但是呢，这个它的这个股价呀，主要是取决于它在这个 HBM 市场以及对 SK 海力士份额的吞噬的一个能力，蚕食的一个能力。所以说 SK 海力士是这个可能是算是比它的市场占有的份额比它大一些吧。呃，它应该算是全球 DRM，就是这个动态随机存储器在这个行业里面，它应该算前三，它应该算前三。好的，那么的话，这就是它在基本面现在目前的一个状况。我们看一下它的图形。周线上的话，它这个我们其实之前分析过它的整个大周期。月线上它有这么一个，甚至看过季度的。那么在季度上是这么一个1、2、3，然后这个三我们又单独用区间套到月线，然后月线上有这么一个大中枢，然后这是进入段，然后这是离开段，都不背驰。然后我们又看了这个月线的这一笔的离开，在周线上，周线上是一个什么？1、2、3、4，哎，这笔回落刚好出现了一个4的回落，就是这个4浪回撤。然后这个本周的话是上涨了15%了，已经，本周已经上涨15%了。那么再看日线，也就是还是从这个61.54这个上涨那个位置。那么因为它这个周线上已经出现一笔回落了，我们看一下，它是在3月18号，下周三盘后出财报。所以说，它如果说周线上出现一个5的话，也就是1、2、3、4、5，需要再次突破前面这个455这个高点，但是并没有多远，我们可以测一下空间。6%多，对他来说，这个波动是很小了，因为他平时的波动都有5%以内、5%左右的一个波动。你看，这个周五的话是涨了5%，这是周三3.86%，周二3.54%，周一5.14%，所以5%的震荡对他来说都是一个正常震荡。那么，大概率啊是再次突破这个，那具体走多远我们不知道。但是因为它这个三走的太远了，这个第三段走的太远，或者三浪走的太远，所以这个五很容易背驰。五出现背驰之后，并不代表这个整个上涨结束，因为这个1、2、3、4、5只能代表这个快速上涨的这个节奏可能要缓一缓了，回来，哎，继续可以做中枢，可以继续上，对吧？回来停顿一下，或者说做一个这个2次回拉，做一个确认，然后继续上，
然后可以再生长出第二个中枢来。所以说它的上涨远未结束呢，远未结束。那么它这个目前就这5根是在我们刚才周线上看到那个，而且你看到 MACD 也要快这个交叉向上了，现在还没有出现一个交叉。所谓这个传统理论管这种交叉叫金叉，对吧？这种下跌的交叉叫死叉，叫金叉死叉，其实没有什么意义，主要是看它交叉之后的张口，这才是重要的。如果说只是交叉了，然后横在这里，那也没有意义，必须要看它这个张口，张口代表了它的这个动能，张口越大，比如说前面这轮，我们看一下前面这里。这就是交叉之后的张口，张口这要张开，说明它的这个动能才起得来，对吧？你没有张口的话，它没有意义的。交叉不交叉其实无所谓，不是你观察的重点，也不是无所谓，就是不是你观察重点，观察重点是这个张口。那么现在就看它这里，是否首先要交叉上，对吧？那么然后再看它的张口，这样的话才能可能再次突破这个前面这个历史高点，然后给你一个3笔也可以，因为现在只有1笔呀、它可以再次突破它之后，然后给一个回落，然后再次上去。所以说这个是可以长期做的，因为基本面这么好的情况下，每次回落都是去进场做多的一个机会。你说，但是目前不要去追它，你要去买回落，敢于买回落。虽然说现在有地缘政治啊，这个灰犀牛啊，那个黑天鹅的，但是你这个东西你数据中心还要发展吧，毕竟还要买它的东西吧，对吧？所以说，即使有地缘政治的影响，也不耽误它涨。所以说，有回落是你进场做多的好机会。那么要敢于买你中长线看好的股票，不要单单的做短线。我已经说过多次，目的就是说，单纯的做短线的话，其实非常累。这样的话还不，对于你长期，呃，把成本降下来也没有什么作用。所以说要从那个中长期选择股票，选择从基本面比价关系选好了之后，再来做它的基本那个技术面的一个分析。这就是这个 MU。我们再看这个 FedEx，这是3月19号周四盘后。FedEx 的话，还有这个 UPS，大家如果说熟悉这个美国，很多那个分析师，很多经济分析师会把这个 FedEx 就这些快递公司的这个经济状况作为一个经济好坏的一个晴雨表，因为他们的这个业绩好坏代表了一部分，因为美国是一个消费型的经济嘛，如果说大家都不买那个电商，不从电商买东西了，那它的业绩也不会好，对吧？所以说不消费了，那它代表的是这个方面的一个这个状况，所以说这也是比较重要的。你看之前这个也是因为贸易战，大家对这个业绩还是比较担忧的，但是目前它又新高了392，我们看这个又是一个历史新高，所以说呃这些宏观面的，不论是这个国家的这个政策呀，这都是短期的。长期看的话，你看它是一个盘旋向上的一个结构，就尤其是在大周期上。那么它在大周期上是个什么结构？现在是季度3M，每一根 K 线都是一个季度，这有一个大中枢，这有个大中枢，现在出现了3个大中枢，季度上出现3个中枢，但是呢，这个第3个中枢的低点和第2个中枢的高点有接触了，这是一个大扩张的中枢。不管它扩张不扩张，我们先看它第3个中枢有没有结束。第3个中枢的上涨这一笔，现在你还没有办法说它结束。从这个141.92，那么141.92，如果说结束的话，看看是不是要拉回来，还是说给一个3买之后再上？那么这就是我们要关注的重点。这一笔，这是在季度上是1笔，我们看一下月线上，月线上3笔，对吧？我们要测一下有没有什么等比例的位置。哎，关键的位置366，刚好是个等比例的位置，对吧？这是在上一个月2月份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强势的上涨，涨了20%。那么本月现在是回调了9%了已经。如果说它继续因为财报的原因继续往回来的话，你要注意是不是要在这里做一个月线上这里做一个反向中枢，然后可以继续上的。那么我们关注的重点就是这个最后这一笔。月线上是1笔，我们看一下周线，周线上3笔，
1、2、3，三还走的不背驰，对吧？这就是在不背驰状态下，那就可以一直涨。那么现在出现了这个周的顶分型之后，也是跌了2周了。那么我们要看这个回来之后，要看它关注那个观察什么呢？就是关注能不能碰到这个前面这个高点。碰不到的话，还只是一个4的回撤，4浪回撤或第四笔的回撤，还可以有5，甚至再打高点。那么如果说不打高点的话，那就是在这里做中枢了，看它做完中枢之后能不能够上去。如果说打高点的话，那就是一个5浪，对吧？所以说这就是一个任何图形都是基本上这么一个分析方法。然后我们看一下最后的这一笔，虽然说也是有顶分型了，也跌了2周了，但是也可以是一个中继的，对吧？可以继续上涨的。看一下日线然后我们从这个起涨点216这个位置，下面有 A 中枢，然后离开中枢是什么结构？1、2、3、4、5、6。走了一个6笔了，已经这个浪形往上走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个动能非常强，就走了一个单边，这就是一个单边小 B 段，这下面是大 A，对吧？一旦走到 B 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就是主升浪，类似波浪里面那个3浪3，波浪里的3浪3也是主升浪3浪，然后可以有一个4和5。所以说，一旦走到缠论里面的小 B 段的时候，都要注意单边段。单边段就是呃，如果说你发现它走的浪形非常强的时候，你就可以不做差价的，因为这种时候你要做差价容易买不回来，就是你卖掉了之后，它又快速上去了，容易买不回来。这就是在走小 B 段都要注意。那么现在它是一个1、2、3、4、5、6了，看它这个第6笔回撤，我也是这里测了一下潜在的这个回撤的位置，现在已经到0.5的位置了，对吧？然后现在这是有了一个底分型，但是呢，反弹这一笔还没出现，那就看下周是不是要跌破这个前面这个底分型这里，跌破346。如果说跌破346的话，那就是这一笔的延续了，对吧？这就是第6笔，1、2、3、4、5、6的延续。6的延续的话，完全可以再往下延续到什么335了。那只要不碰到前面这个，就是算强势的。只要不碰到318.83，都问题不大。大不了就是反弹弱一点。如果说能够不到这个335的话，可能就比较强一点，甚至是再次打高点也可以。所以说，我们可以测一下它，如果说到这个318的话，9%，这就是10%以内的一个回撤是比较大的。如果说再能往上走的话，11%，上下10%，上下10%的一个震荡空间。所以说往下来，如果说企稳了，如果说真的往下走的话，企稳之后给一个底分型，可以再尝试买回来，因为它还是处在一个大周期，是一个尤其是在季度啊、月线呐、什么周线都是一个强势状态下，小周期有回落，反而是进场的一个位置。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Lululemon。那么这个 Lululemon 的话，大家也都知道，它是做这个专注于高性能瑜伽以及一些运动生活服饰的。它主要是通过直营的门店或者与电商模式的销售，它这个从核心的瑜伽裤到跑步训练以及日常通勤的一些高端服饰与配饰，对吧？这是它一个主营业务。那么它这个 Lululemon 的话，它的品牌溢价、它的社群认同感比较强。那么，嗯，它也有不少竞争对手，像这个耐克啊，还有这个叫什么 Volley 新兴威胁啊，都是它的竞争对手。但是呢，它现在在北美增速失速，它的增长失速了，在北美，尤其在北美市场，以及这个领导层啊，更换的有点快，现在这个也是市场比较担忧的。因为2026年年初的时候，正好经历 CEO 换届嘛，再加上现在北美市场需求疲软，因为之前涨了一大波是因为疫情的原因，因为大家都在家办公，所以说对可能这个瑜伽裤的需求量比较大，现在也都基本上恢复正常了，所以说现在，怎么能够引导市场继续提高这个需求，是它最重要的一个，市场现在关注度比较高的，就在关注在这个，它主要增长出现放缓。那么我们在图形上看，就是看一下。
技术上这里已经回撤够一笔了，从这个516这个位置回撤够一笔，然后月线上是一个三段，月线上是一个三段，但是呢，月线上它还有一个大中枢，这个下面有个大中枢 A，这里有个 B。虽然说这个现在这个如果说你从这里断开分析也可以，就相当于把这个中枢拽过去，然后这是 A 中枢 B 中枢，这就是第二个中枢没有出现一个三百或三脉嘛，对吧？那么也是没有问题的，不是说这个趋势就必须要由三百和三脉来结束，它完全是可以走得很远，比如说这样。把这个拉回来，然后我这次反弹可以是在这个位置出现一个三脉，相当于这里有个大中枢，然后出现一个三脉，也可以来以这种来判断。但是如果说这就是用这个非同级别分解，那么同级别分解的话，就是这两个中枢你要用到；非同级别分解的话，我就把它拽过去了。然后我们看它这次反弹能不能够弹回来，是在这里做一个中枢之后再下来，对吧？这就是相当于两次反弹确认，然后再下来。那么这个在月线上，我们之前是测过它的这个等比例，在132、133吧，曲整的话133到133的话是跟前面这一笔下跌是同样的一个等比例的位置。那么现在是也在200均这里，200月均线，看一下裸 K 也是挂在这里一段时间了，200月均线。那就看这个财报能不能够，但是现在这个底分型被打掉了，前面这里是出现过底分型的，这里是出现过月线底分型，现在又被打掉了，又向下出现一个延续了，所以就看这个财报能不能够把它拉回去。周线，我们主要关注就是从423下来的这个月线这一笔，那么月线上下跌是一笔，在周线上是个什么状态？1、2、3、4、5，刚好走了一个五浪，而且打了一个低点。本周还打了一个低点，刚好跌破了前面这个159.25，所以现在周线上是一个五浪的一个状态。那么一样，关注重点就是第五浪，哎，第五浪结束的话，有可能会出现反弹，甚至是那个反转都可能。所以说第五浪要结束，第五浪要在周线上要结束，那就要看它的内部结构。哎，日线上也是个五浪，看到没有？同构了，结构同构。周线上是一个五浪下的结构，把这个重新画一下。周线上是一个五浪下的结构，然后在周线的第五段，然后在日线上也是一个五浪下，嘿，结构同构了，发现没有？周线这个大中枢是一个五浪下，日线也是一个五浪下，那么一样的，日线这个第五浪要结束，那就要看它的这个次级别1小时，这就是这个曲线套啊，这就是曲线套的一个分析。然后你看这个1小时上，1、2、3、4、5、6、7，但是呢有中枢了，1小时上有中枢了，那么这就变成了一个1、2、3。我们看一下前面这里有没有这个啊？这里也可以有一个中枢了，因为它这里是一个呃有包含关系的，但是包含关系处理之后也够一笔，所以说这里也是可以有一个中枢的。这里有一个中枢了，A 中枢有 B 中枢了，然后现在走一个离开，相当于一个趋势下的一个状态，对吧？也快结束了。那么这个现在这个离开，就针对这个中枢大 B 中枢的这个 C 段离开，现在有点远了。你看它这里这个 MACD 的话，这是这个进入段，这个 MACD 的面积是大的，后面这个小，但是背驰了，并不代表要转折呀，它可以阴跌，这段就是一个阴跌状态。所以说这个财报还是挺关键的，它是在3月17号周二盘后。那么如果说这个财报，但是它已经是一个五了，对吧？我们可以测一下3和5现在有没有背驰，就日线上的3和5。那么在143.66是它的一个等比例，我们要测一下这个，如果说要跌到这个位置的话，有多大的空间？9%左右，9%左右。如果说真是要往下砸的话，那砸到143.66，你要关注它，是不是要等比例
一个低开，直接开在143、144这个位置，然后一个反弹，就是说白了是做出一个1、2、3、4、5到这里，然后给一个6的反弹，也可以是一个很强的拉升，也可以。所以到了这个143.66这个位置就不要去杀跌了，因为它有可能要出现反弹。如果说在143.66下面很大的一个空间，比如说跌了这个20%，那你就不要做多了，对吧？那可能一个很弱的反弹之后继续下，就是一个1、2、3、4、5、6、7。所以说143.66就是在财报前后要去观察的有这么一个位置。好的，我们在以后再看一个阿里巴巴。阿里巴巴的话是在3月19号周四，但是它这上又写了一个大约，这个约等于号，但是刚才我们看的那个，呃，这个的话是已经说是3月19号，对吧？但是具体出不出来，这个是不是3月19号，我们还不能够确定。但是我们先分析一下，大概分析一下它的图形吧。那么它的结构，我们看，从这个上市以后啊，最低点出现过一次57.2，然后这是一个现在看的周期是季度3M 季度大周，把这个也删掉。其实就很简单的一个结构，一笔上，一笔下，一笔上，对吧？然后这个还出现了一个季度的一个二买，季度的一个二买，然后这个反弹也够一笔了，季度上反弹够一笔，然后又出现了一个季度顶分型，季度上出现了一个顶分型，就相当于2次反弹确认，有点类似一个头肩顶那种状态，发现没有？现在是这个第二个，这个下面是顶，然后这个尖比前面这个低，然后如果说真的要是那个按照传统理论的话，那就需要跌破这个颈线的，是要这么走的，对吧？所以说这是大周期上，这就是预测了，或者说你做不测而测的这个推论，这个推导也可以，是可以这么走的。那缠论里面的话，我们看这里其实是一个季度的二买，那么这里至于这一笔的回落能走多远，现在不知道，是可以直接跌破这个所谓的颈线，然后在下面再生长出来一个中枢来，是可以的。那么，但是呢，这个能不能够结束呢？虽然说出现了这个季度的顶分型，它也是可以一个中继的呀，继续延续也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这就是我们要分析最后这一笔月线上，哎，1、2、3、4，对吧？但是它的第一笔是3根K线，4根K线，看它的裸 K，这个第一笔是4根K线，不够这个缠论的5根，但是你要是这么画的话，就是1、2的话也可以，但是因为它这笔的回落非常明显，是一个月线的一个二买，所以说你的第一笔先把它画出来是没有问题的，就这么分析是没有问题的，也就是一个1、2、3、4，现在就是看它这个4浪回撤能不能碰到前面这个121.3，碰不到的话还可以有5。所以说重点又变了，就是这段的回落能不能够结束？现在月线上回落是够一笔了，我们要看一下周线上。那么周线上还是一笔日线，这个结构就复杂了。看一下，从这个192这个最高点进入段1、2、3、4，哎，2次反弹，就是大多数的这个结构都是这样，对吧？最高点在这里进入段，然后做一次反弹，然后下来再做一次反弹，然后再下来走离开。所以说你一旦掌握了这种结构，掌握了这种图形之后，你就好跟踪了。就是哎，出现第一个背驰之后，可以先进这个位置。你比如说就找它的底分型，你看这里底分型、底分型、底分型，基本上3次，你就分批买。尤其这种基本面不是很差的公司的话，分批进。分批进之后，哎，它就起来了，对吧？你这3次买的都能解套，而且还能有盈利。那么，然后等它反弹之后，你看它从这里反弹是反弹了24%啊，对吧？你在这个分3次进的这些位置，你都不需要割肉的。你这个跌破这个位置之后，你就分批进嘛，不要一次干太多。这样的话，一次上来之后你都能解套，甚至有盈利。那么上去之后，你再去观察，哎，能不能够突破前面的2个高点？突破不了，哎，做中枢，那还要再下来，对吧？那么既然它上去之后，我们看它那个当时，你可以卖在这个位置是没有问题的，它也这个反弹
虽然说不够一笔，但是它的力度也够，短期力度已经够强了。如果有能力能卖在第二个这个高点的话，也可以。所以说，基本上就是基本上就接近前面这个小高点的时候，它一般会出现一些阻力。那么现在是下来之后，我们需要比较什么呢？就是这个进入段跟离开段，中枢的进入段跟离开段做比较，它是不背驰了，看到没有？144.91，当时144.91也是在这个200天没撑住，那么跌破之后，相当于这个离开段不背驰，也就是小 B 段跟小 A 段比较不背驰。那么不背驰的话，它就可以生长出来第二个中枢来，这是 A，这是 B，对吧？甚至再打一个 C 也可以。所以说现在就是在构造第二个中枢之中，或者说是小 B 段一个延伸。因为小 B 段可以没结束，它甚至都可以到1.618，甚至跌破1.618，继续往下走也可以。那就在这个位置，就看它在哪儿做，是在下面更下面做，还是在这个上面这里能够直接出来 B 中枢都可以。所以说，我们可以测一下，如果说我们看一下裸 K，如果说在财报的原因它能够出现一次反弹，比如说弹到200天是7.86%，到120天20%左右的一个空间，这是往上走，就是比较明显的一个压力位。往下来的话，那就要再次往下跌破前面这个低点5%。如果说到1.618的话，10%，对吧？所以说上下就这么一个空间，但是现在整体是偏弱的，这个是整体，因为这个尤其是这段离开段不背驰现在的情况下，所以说，你看它这个 MACD 也是在这个0轴以下很深的位置，所以说整体是偏弱，就是做多的话要谨慎，这种做多就比较谨慎，宁可不做多，或者说去有反弹做空它也可以。好的，这是针对这个下周要出财报的这些公司，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简单看一下其他的，快速的，就是对这些动能比较强的，我们简单说一下，毕竟现在平时问到的不多。那比特币的话，我们在周五直播的时候说过，它当时是这个反弹呢，是出现过一个顶分型，现在是回落够一笔了，然后它这个反弹也是一个3笔，4小时上是一个3笔状态。那么现在就看它这个是在这里做一个中枢之后，能不能够继续上，对吧？现在看的话，这个回落已经够一笔了，是不是要再往下走，走到这个4小时上的2个均线交叉的位置，这个位置，是不是能到这个位置做出来一个中枢，然后看它能够去往上走？那虽然说周末这个中东那面也没有消停，但是目前看比特币是没有出现快速下杀的这个状态，是一个好事儿，对吧？说明这个市场，还没有出现恐慌性的往那个抛售，这是一个好事儿。那么但是它呢，如果说这个日线上这个反弹再次突破74100的话，就会出现一个123了，就会出现一个123。那么这个123其实构成了周线上的一笔。那么周线上这一笔，我们再看一下周线。那么周线上这一笔，我们看一下裸 K。周线上这一笔出现一笔反弹之后，那上面还有个中枢呢，这还有一个中枢呢。如果说重新画一下，先画这个中枢，中枢在这里，这是周线这个中枢。那么它这次反弹，如果说回不到这个中枢里面，还是3脉呢，所以说这次反弹出现之后，要关注它跟上面这个中枢的位置，它可以继续往下走的。这是针对这个比特币，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以太币，因为有这个频道里面有朋友问，或者说好久没有分析过它了，想问一下。那我们也看一下这个以太币。那么因为比特币是龙头了，你就会发现这个以太币的这个状态跟这个比特币差不多，但是可能更弱，可能更弱。我们看一下它的现在的这个结构。这是它的一个周线上，那么周线上它这里已经砸回到前面这个大中枢里来了。周线上这里有个大中枢，已经回到中枢里来了。现在如果再往下走的话，就要去前面这个低点，对吧？这就是我们要关注，就是最后这一笔从4955下来这一笔。那么周线上现在也有底分型有了，周线上有底分型了，就看这个，这里是出现过一次反弹，但是呢，有一根毛刺儿。这里有根毛刺儿，所以说这里这个严格定义是不够一笔，但是你当成一笔分析也没有问题，就是一个123，也可以这么分析，对吧？
这就是你在做分析的时候是一个非常严格的一个按照缠论定义来分，还是说按照它的那个多义性来划分？因为它的交易上还是有点区别的。那么现在我们看的是日线，日线上有个 A 中枢、B 中枢，对吧？我把这个给它拉过来，这样的话，现在开始走这个，呃，我们看下边，下边如果说要是一个中阴段要再生长的话，我们把它断开的话，看它能不能够出现一个，因为这个这一段是不够一笔的，可以是当成一个进入段然后这是一个回撤，然后这里是够一笔，这个结构跟那个比特币一样，对吧？跟比特币基本上是一样的状态。这是一个进入段然后这个一笔下，一笔上，然后再次一笔下，所以这里其实是也可以有一个中枢了。如果说这个 MACD 能够跟上来往上拉，快速往上走的话，其实是可以走一个反向的，也就是说从这个最低点17420这里作为一个起涨点的话，这里是有一个日线中枢的，这是进入段然后2次回落，这里其实要能够走上去的话，对，有力度的往上走的话是有希望的，起码能突到这个120天，看一下这个空间28%，如果说再能力度大点到200天55%，所以说这里要出现力度，就是这个尤其是要离开中枢的这一笔，这笔的力度要强。要干到比如说120天这里的话，才会显现出来这个进入段跟离开段是不背驰的。那如果说只是这是1、2、3，然后上去了，但是没有力度，甚至连这个进入段都没有进入段强的话，那就很容易被再拉回来，然后甚至往下走，对吧？所以这就是你需要关注的了。好的，这是针对这个以太币。那么其他的话，因为现在这个视频时间有点长了，我们就不继续分析了。那么，我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再见。